搏击擂台再现惨案，开局不到1分钟，中国小伙就遭对手违规击打，凶残的日本拳王一拳打断中国小将的下巴，小伙瞬间两眼发直，失去意识，整个身体抽搐不止，遭受致命打击的小伙口鼻出血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这严重的抽搐吓坏了工作人员，赶紧上前紧急抢救，但小伙的伤势让经验丰富的厂医都无从下手，最终只能将其抬上了担架，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。然而日本狂人在小伙倒地的瞬间就暴露出他猖狂的嘴脸，手指着倒地的小伙疯狂羞辱。擂台上发生一点意外无可厚非，但这样杀人诛心、不讲武德的行为实在有辱拳王这个名号。而他接下来的行为更是刷新你的三观。发布会上一言不合怒砸矿泉水瓶，中国教练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被拉开后的日本选手还在张着大嘴疯狂辱骂。此人就是日本的远藤尚景，他猖狂野蛮又凶残，是拳坛上出了名的暴君行为。他擂台上还经常做出一些挑衅的动作，但他有多狂，实力就有多强，横扫日本拳坛。可俗话说，天要让其亡，必先让其狂。这一次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，遇到了我们摔柔高手赵小辉，赛前眼神充满了杀气，他就是人狠话不多的典范。看看这场狠人之间的超级大战，远藤尚景还真是死性不改，上来就撅屁股挑衅。赵小辉面上毫无波澜，就等着对手露出破绽，一击致命。赵小辉终于抓住时机，将日本人按在地面上。不过现在赵小辉的腰部还被控制，远藤尚景现在也被压制在地面上了。他没有站立上那么嚣张的姿态，现在他还是想挣脱控制。赵小辉发挥全身的力量压制对手，压制过程中手上还有不断砸拳的动作。赵小辉是摔柔高手，在地面上的实力很强。Good. That's landing. That's landing. That's landing, Brad. That's landing. Keep going on. Keep working there. Keep away. Good. He's trying to hold on. 最终赵小辉将远藤尚景打得鲜血直流。在第二回合中场休息的时间里，因为对手伤势太严重，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。赵小辉以牙还牙，暴揍日本狂徒，狠狠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。现在这种感觉非常像。日本高手疯狂挑衅王洪祥，结果被打得满嘴吐血，直接怀疑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格斗社，遇事不决 KO 解决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日本选手，这位有着杀马特造型的选手名叫竹村光一，在比赛过程中多次挑衅王洪祥，伸舌头、翻白眼，那真是手到擒来。而今天他的对手是中国硬汉，来自山东的名将王洪祥，绰号中华百姓英雄，职业战绩36战35胜。他的打法非常灵活，打日本选手就得王洪祥上场。王洪祥面对这样嚣张的日本选手，又是怎样把他打吐血的呢？我们直接来看精彩的对决吧。第一回合比赛开始，红方选手王洪祥，蓝方选手竹村光一。日本选手这个造型还真是别具一格，一眼看过去还真是令人过目不忘。过那个踢大摔啊，那种表现，所以来特长，我就双方开局还是简单的试探，都没有过多的交锋。看来日本选手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他不断的围绕着王洪祥移动，步伐还非常的敏捷。就王洪祥这个高，王洪祥率先压境，步伐持续的跟进日本选手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竹村光一还是没有过多的动作，他似乎是有些畏惧王洪祥的出拳，一直控制着跟他之间的安全距离。王洪祥往前压境，他就会不断的步伐向后撤，完全不想跟王洪祥有正面交锋，打的还是非常谨慎的。第一场比赛其实双方都很紧张，长久以来好漂亮，王洪祥后手的重拳。其实这场比赛双方都非常的紧张，王洪祥也在时刻做着准备，拳头一直都是蓄势待发，一有机会就是不断的重拳猛轰。刚才王洪祥的两击高端起来都是说恶虎扑翅般的力量。日本选手一旦有腿部动作，王洪祥直接就将他撩翻在地，伸腿必被捉。他的腿部力量并没有给王洪祥造成多大的影响，而且他的启动速度非常慢，很容易被王洪祥接腿摔。接腿摔在擂台上是不得分的，
但是这个可以打断对方的节奏，一点一点打消对方的气势，就是的是不得分。难以对的比赛。要不看王红霞，这个时间已经对了，不看，他就后面正确。日本选手又开始了他的挑衅动作，示意王洪祥往他脸上揍。王洪祥显然也不会被他激怒，日本选手就是为了打乱对方的节奏。王洪祥当然不会上当，他不仅挑衅王洪祥，还不断的吓唬他。非常强的，他练过职业摔跤4年，不错，你看看，进入第2局啊，我们这个日本选手的腿有点短，他想出中扫，但出来的效果却是低扫，这是身体上的硬伤，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。他的灵活性并不是很高。王洪祥不仅是在进攻，还是防守都非常到位。有这个光一属于是打了就跑啊。这时候的竹村光一不仅没有打拳，而且还开始了表演。突然来一个舍身体，第1回合时间到了，他还是没有把王洪祥放在眼里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双方这一回合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。王洪祥多次抓住机会，将对方撂倒在地。很在意每一场比赛的胜负，但其实这只是一场比赛，无论胜。此时日本选手的裤子掉了，在裁判给他提好裤子后，王洪祥直接从背后偷袭，日本选手连忙追上去，结果太着急，一不小心将自己弄倒在地。这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这一个不错。王洪祥的后手直拳也非常给力，随后衔接中扫地。日本选手现在没有应对的方法，只能被动的打防守反击。这时候又发生了意外，日本选手的护持又被打掉了，可能是刚才王洪祥的重击起到了效果。现在王洪祥主要靠在这个前边腿，然后是后手分拳，这2个杀手锏。这一回合的场面就有一些戏剧化，日本选手满泪抬跑，王洪祥就追着他打，完全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但是日本选手还是没有当一回事，他手上的报价完全不做了，手臂直接放下。反观王洪祥对于自己头部防守的意识还非常谨慎。后打，对，你到底是怎么打？看靠后手分拳呢，还是怎么转？在这一回合最后的时间里，竹村光一正想来一个重击，但是却被王洪祥缠到，随即这一回合也结束了。现在进入到中场休息，此时的王洪祥还非常的年轻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决胜局，这回合两人都开始发力，双方都开始打迎击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拼的就是双方的意志力了。而且这一回合是最能给到裁判印象分的，所以双方都不遗余力的出拳，想要在最后一回合拿下优势。肢体上的交流，不错，漂亮！王洪祥身上有一股冲劲儿，非常的令人热血沸腾，而且他也非常的冷静。面对日本选手的不断挑衅以及恐吓，都没有乱了阵脚，打得非常的沉着冷静，临危不乱，非常大气稳重。而反观这个日本这个竹村光一的抗压能力太强了。这一下摔倒这个动作非常危险，直接腿脚，一不小心腿就可能直接断了，还是应该小心为好。而且这一回合双方的体能也都有所消耗，在拳法、密度以及准确度上都没有前2回合好，尤其是日本选手，他身上非常多肥肉，对于体能上的消耗还是非常严重的。这时候我觉得王洪祥还要另一个，这个衰竭都很明显。如果日本选手再不改变战术的话，他就很可能拿不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他应该主动进攻。此时的他又开始了整幺蛾子、翻白眼、吐舌头挑衅，猛地往前冲向王洪祥，随后就是直接舍身技。漂亮！这是洪祥往前赢了一下。其实这个赛前跟洪祥说，这个竹村光一的拳线比较短，所以他出拳之前都会先把头伸出来，随后是拳头才会连带着跟出去。虽然这个方法有些笨拙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是他的惯性。最后1分钟，来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为双方加油！无论胜负，这场比赛的光荣属于勇者。比赛进行到这里，日本选手都已经被打吐血了，应该是被打出了内伤。因为在第1回合里，王洪祥多次将对方摔倒，之后还打出了多次有效的重击，给日本选手带来不小的影响。稳若磐石，28场胜利。现在蓝方这个终于比赛结束，双方真是鏖战3回合，打满全场。
就看裁判如何判定了。最终不出所料，王洪祥以点数优势大获全胜。大家觉得王洪祥打得解气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